蒲楚之战第3章，相聚何其短。第7集，上海沦陷日军之手，万名国军重伤兵被运到杭州。临行前，浩恩想去杭州向宝慧告别，但已没时间。他是单身，厂里安排他负责拆迁押运，把拆卸设备从笕桥火车站起运，沿着去年7月才通车的苏家铁路去苏州，从苏州沿沪宁铁路到南京，从南京沿江南铁路到芜湖，最后从芜湖沿长江航道乘船去武昌。浩恩收拾东西打包时，小心翼翼把甬道的托孤信单独放在大牛皮纸袋里。他只带了这封信，连同其他信件、照片并医务书籍，就和中央飞机制造厂1000名员工一起踏上前途未卜的迁徙之旅。在中央飞机制造厂从杭州笕桥撤到武昌南湖机场一路上，浩恩目睹沿途拖家带口、肩扛手提行李、拥挤嘈杂、仓皇逃难的人群，猛然想起9个月前在上海，就是去年圣诞节那天，他离开甬道和宝慧举办的订婚宴会中饭店，执着徘徊外滩时，经过第1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像。他靠着纪念碑外围栏杆伫立许久，碑上一个个阵亡者名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都是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年轻生命。第1次世界大战，英国人阵亡最多，其中不少贵族富家子弟。正是在上海的英国人提议筹建和平女神纪念碑，可谁料到一战和平纪念碑拔地而起才13年，就从立碑之地上海滩燃起中日战火，火势迅速蔓延到长江沿岸。第1次世界大战时，战火没烧到中国，而这次淞沪战争是在上海点燃，不知能烧多远，将烧多久，不知是否会蔓延到太平洋彼岸，变成第2次世界大战。上海，徐永道和林浩恩的出生地，严宝慧的成长地，这个中国最发达、最国际的城市，是中国摩登新潮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各路势力想立足的风水宝地。眼下成了很多中日军人和中国平民的死亡之地。宝慧从笕桥火车站与甬道告别回杭州第2天，每天从收音机里听上海战况，看报纸新闻，知道淞沪上空激战凶猛，他天天提心吊胆，担心甬道安全，揪心地读着驻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外滩惠山码头等重要日军据点上空，中国空军轰炸机群开始执行轰炸任务，另一组轰炸机群冲向黄浦江、出云号等日军军舰。中国国军地面部队从惠山码头沿北四川路到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沿线进攻。日军想凭借黄浦江里日本海军舰艇强大火力和钢筋水泥工事死守惠山码头。战斗以中日双方军人的尸体快速堆积的方式缓慢推进，沿街还有几处日军设在楼房中的坚固据点。国军伤亡大大超过日军，
大街小巷血流成河，房屋地面血迹斑斑，满眼是令人眩晕的红。那不是红红的颜色，那是刚才还鲜活的生命。打烂的尸体在湿热的8月发出令人窒息的瘴气，枪声伴着受伤士兵和平民阵阵惨叫声。还没读完头版，就听见刺耳空袭警报传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笕桥机场和杭州附近军用设施。接下来的日子，常有国军重伤兵被送到广爱医院，其中就有迫降受伤的飞行员。杭州城里不断涌进从淞沪战场逃来的难民，同时很多杭州人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城里已开始乱了秩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没料到战事将往何种坏的地步发展，保会也没料到他的未婚夫把他抱上火车与他告别后，再也无法与他完婚。军事委员会智囊团原预计，国军、陆军短时间内以数倍于日军兵力，外加江阴海防沉船堵道，并空军支援，能一举歼灭上海几千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侨青壮年并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近万人预备队，以为能掌握战争主动权，把战线从中国南北引至东西走向，使战线拉长，以空间换时间，拖住日军占领全国的速度。始料未及的是，日军凭借上海高楼码头经年累月建造的易守难攻的坚固工事，还有黄浦江里几十艘军舰，东海里几艘航空母舰，还有大量海军并陆军航空队飞机，造成中国守军海陆空炮火威力远不如日军地面据点和海空火力。更没料到，淞沪开战2天后，日本紧急动员本土预备队，组建以松井石根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2个日军师团不到1周被运到上海、川沙口、吴淞口等处登陆。日军在上海外围战略要地罗店与中国军队展开几经易手的血腥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中国守军伤亡约是日军的5倍。1个多月后，又有3个日军师团登陆上海外围。10月底，经过与中国守军惨烈激战后，日军占领大厂，使中国守军江防和上海市内市区守军都处于被动。大厂失守10来天后，日军柳川平助中将指挥第10集团军3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投放日军100万的杭州湾登陆大标语气球。日军选择在中国守军薄弱的杭州湾、金山卫和金宫亭同时登陆，与先期登陆上海的日军联合，造成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全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中国军队缺乏海陆空协调作战经验，官兵伤亡极重，防守战线濒临崩溃，被迫撤退。日军登陆金山卫第4天，上海沦陷。上海沦陷前，几十万中国守军的生命只换来3个月把上海工业设备物资转移到后方的时间。保会的姐姐宝莲和姐夫江承恩一家也随工厂设备经汉口撤到四川、重庆。徐永道在给严保会的信里感叹：美丽的世界，青翠的大地，广袤的天空，
深邃的海洋，不再是人能享受的乐园。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能造出在地面进攻的装甲车，在天上投弹的轰炸机，从海上发炮的战列舰，从海底袭击的潜水艇，海空协同作战的航空母舰。人类创造高科技军工产品，乃为高效杀戮和摧毁。钢铁厂为战场提供武器，使空气不再清新，充满废气颗粒。未来战争，军人呼吸废气，释放毒气，杀敌的同时也意味着毁灭自己。军队杀人皆出师有名，为各自道义而战，但是殊途同归，结果是毁灭。毁灭地上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非常敬仰 scientist， 现在才想起1843年诞生的这个新词，给未来世界带来新进展的同时，也将带来新灾难，无法预料的灾难，前所未有的灾难。他随身带着纸和笔，把想对未婚妻说的话写下来。他不知道他是否能看到这些信，但他写出来，就像对他说出来一样，心中已得到满足。有一天，他乘飞机加油间隙，给他写道：日军在淞沪开战后，频繁空袭、轰炸沪杭一带、中国空军机场和上海、杭州一带沿线的火车站，成千上万妇孺儿童、难民死伤在轰炸中。江南鱼米之乡杭嘉湖一带，风景宜人的京沪线和沪杭线铁路沿线，已在现代科技生出的杀伤力巨大的炮火下改变容颜，从物到人都不再是战前的模样。上海沦陷前4天，陆续从外地长途跋涉，一路艰辛，马不停蹄跑到淞沪战场的国军官兵士气高涨，与日军血拼3个月后，突兀接到撤退命令，官兵士气大损。国军各路并基层作战单位因通讯受阻，在不同时间接到撤退命令，来不及有序撤退，并安排梯队掩护后撤，而是撤退成溃退。几十万国军沿京沪，就是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沪杭铁路，并有限的几条公路后撤，还有很多官兵仅靠步行。淞沪战区难民混杂在拥挤不堪、秩序混乱的撤退国军中，天上有日机不断的轰炸，地上有乘胜追击的日军。开战以来，约有1万名国军重伤员被运到杭州，分送到杭州几家医院和临时成立的救护所。一天，伤员中有一位腿部中弹、全身多处骨折的中尉飞行员被送到广安医院，他叫郑九书。郑九书被送到广安医院病房，就忍住浑身疼痛，用微弱声音对身边护士说：请帮我找药剂师严宝慧小姐，我有话对她说。严宝慧来到郑九书病床前说：郑中尉，我就是严宝慧。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